大家好，我是小晴，欢迎来到 Chinese Listening 101。节目一开始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滑手机的时候，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别人的生活总是过得比你还要好呢？没错，而且每次快下班的时候，只要隔壁同事还盯着电脑不走，你是不是也不敢第一个离开办公室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阿力。如果你刚刚点头了，那你可能已经陷入了现在最流行的内卷风暴里咯。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，怎么用一个排骨便当和一颗卤蛋来破解这种让人心累的比较心态。哇，有排骨又有卤蛋，这集听起来也太好吃了吧！你这贪吃鬼！不过说真的，阿丽，你今天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的啊？唉，说到这个，真是太不公平了。为什么大家都在玩，只有我在工作？怎么啦？你盯着荧幕叹气好几分钟了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你看，小明跑去出国旅游，每天都在吃法国大餐。还有小华，他也休假去旅游，真是让我太羡慕了。哦，所以你是看着他们的生活，觉得很羡慕，对吧？也就是看到别人有好的东西，自己心里也很希望能拥有。对啊，大家都在国外放假，我却只能在办公室苦命地吃排骨便当。刚刚吃午餐的时候，我还闭上眼睛，把排骨想象成法国松露，催眠自己吃得很高级。阿丽，就算你的想象力再丰富，你的嘴角现在都还粘着一粒饭呢，到底吃得多着急呀？哎呀，破功了啦！这样跟他们比较起来，我的人生也太悲惨了吧！我们真的不需要拿真实的日常生活去跟别人比较。社群媒体上的照片都是最完美的一瞬间。拿真实生活去跟别人比较，确实很不公平。所以我常常说，与其一直羡慕别人的生活，不如好好回味你刚刚吃掉的排骨便当。与其一直羡慕别人，不如好好回味刚刚的排骨便当。仔细想想，那块排骨其实卤得蛮入味的，好像是有点道理。其实，一直看别人的动态，会产生一种错失恐惧症，觉得自己落后了。这种什么都要跟别人比的心态，在现代社会变成了一种过度的竞争。过度竞争，听起来就很累耶。大家到底在争什么啊？最近网络上有一个很红的流行语，叫做“内卷”，就是在形容这种现象。内卷？那是什么？是可以吃的吗？听起来像某种蛋卷。不是吃的啦，阿丽，你满脑子都是食物。内卷其实就像是大家去听演唱会，想象一下，大家本来都坐着，听得很舒服，但第一排的人为了拿手机拍照，突然站了起来。那第二排被挡住了，看不到偶像，所以也只好跟着站起来。没错，最后全场的人都站着看演唱会，大家都觉得腿很酸，很辛苦。但是站着听演唱会有变好听吗？并没有，这就是一种无意义的竞争，也就是内卷。哇，原来无意义的竞争就是内卷。这个演唱会的比喻我完全听懂了。这让我想到，
其实我们办公室里每天都在上演这种内卷呢。哦，办公室里的内卷怎么说？说来听听。比如说，傍晚6点到了，明明已经下班了，大家都把工作做完了。我原本想赶快收拾包包，去吃转角那家超好吃的麻辣火锅，可是我偷看了一下隔壁同事，他居然还坐在位子上盯着电脑荧幕。所以你觉得你如果现在下班走人，会显得你很不认真，对吗？对，然后这个时候，主管刚好从办公室走出来装水，隔壁的同事居然对着空白的 Word 档案疯狂敲键盘，眉头还皱得很深，好像在处理几百万的案子。哇，这种演技应该可以直接颁给他一座办公室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了吧？没错，这样就变成没人敢第一个离开办公室，最后大家硬生生坐在位子上待到晚上8、9点。大家都付出了更多的时间跟体力，假装自己很努力，进行无意义的竞争，但是大家的工作效率没有提升，这就是最标准的内卷。天哪，这也太痛苦了吧？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总不能每天一直内卷下去吧？我的火锅会等不到我。当然不要，所以我们要找回生活的重心，学习台湾人常说的知足常乐，还有寻找属于自己的小确幸。知足常乐，还有小确幸。等一下，这2个词听起来很像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我们先来看看知足常乐这4个字。阿丽，你要不要猜猜字面上的意思？知足就是知道满足，常乐就是常常很快乐，所以组合起来的意思是，知道满足的人就会常常很快乐，对吗？完全正确。知足就是懂得满足，常乐就是常常快乐。只要懂得满足，就会常常感到快乐。哦，知足懂得满足，常乐常常快乐，这4个字好有智慧哦。那我们再来看看小确幸这个词。阿丽，你觉得字面上是什么意思呢？小就是微小，确是确实，幸是幸福，所以是微小而确实的幸福吗？没错，就是微小而确实的幸福。那些生活中虽然很小，但是非常真实的快乐。哦，原来小确幸就是微小而确实的幸福啊！所以说，知足常乐是一种内在的心态，就像是你戴上一副有魔法的眼镜。当你戴上这副不贪心的眼镜，你就能看见生活中的小确幸。我懂了，我举一个超有感觉的例子。对我来说，下班后去买便当是一件很普通的事。可是，如果今天便当店的老板娘偷偷多送我一颗卤的超入味的卤蛋，那个咬下卤蛋的瞬间，就是我今天的小确幸，也就是微小而确实的幸福。没办法，可能是我长得太帅，老板娘被我的魅力迷倒了，就偷偷塞了一颗卤蛋给我。我觉得比较可能是因为便当店要打烊了，剩下最后一颗卤蛋，干脆就送给你吧。哎呦，不要破坏我的幻想啦！总之，我不会去抱怨怎么没送炸鸡腿。嘿嘿，我开开心心把卤蛋吃掉，这种不贪心、懂得感恩的心态，就是你说的知足常乐，对不对？哈哈，没错，卤蛋神比喻。
对，而且小确幸也能自己制造哦，就像下午喝杯咖啡，或是来点小点心犒赏自己。哇，自己制造小确幸，喝咖啡配点心，这个我最擅长了。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最近在生活里有没有遇到什么开心的小确幸呢？就算只是今天早上喝到一杯超好喝的热咖啡，都可以赶快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哦。没错，我们非常期待看到大家留言分享属于你们的微小而确实的幸福。其实，人生就像是一个透明的玻璃杯，里面刚好装了半杯水。等一下，小青，那半杯水可以喝吗？如果里面装的是珍珠奶茶就更好了。阿里，这是一个比喻，不是真的要给你喝啦。那些不知足的人，他们看着杯子，会叹气说：“唉，怎么只剩下一半了？”但是懂得知足常乐的人，看着同一个杯子，会开心地说：“哇，太好了，我居然还有半杯水可以喝。”没错，就是这个转念。快乐不是因为你拥有的特别多，而是因为你计较的特别少。所以，不管别人的生活看起来有多么完美，我们都要按照自己的步调前进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要看见自己杯子里已经拥有的那半杯水，不要再去瞎忙，不要再去内卷了。对，当直接学会放下别人的眼光，你就会发现，快乐其实一直都在你的身边，很简单的。现在我们接着进行今天的跟读时间。好的，大家跟着小晴大声念一次，我也会跟着念哦。第一个重点单字，意思是看到别人有好的事物，自己也很希望能拥有，羡慕。羡慕，第二个，无意义的过度竞争，内卷。内卷，第三个，懂得满足就会常常快乐，知足常乐。知足常乐，第四个，微小而确实的幸福，小确幸。小确幸。最后是今天的重点句型，大家一起念。与其一直羡慕别人，不如好好享受平凡的排骨便当。与其一直羡慕别人，不如好好享受平凡的排骨便当。在节目结束之前，我们要来进行今天的听力小测验。没错，看看大家刚刚有没有专心听我们聊天。一共考3题选择题哟。第一题，在节目的最开始，阿丽为什么一直看着手机叹气 ？A. 手机坏掉了。B. 羡慕朋友出国玩。C. 主管要求加班。D. 买不到排骨便当。第二题换我。小琴用看演唱会大家都站起来的故事，是为了解释哪一个词 ？A. 小确幸 B. 知足常乐 C. 羡慕 D. 内卷。第三题，在节目中，阿丽举了什么例子来形容她的小确幸 ？A. 吃好吃的麻辣火锅。B. 老板娘多送一颗卤蛋。C. 把排骨想象成高级松露。D. 发现还剩半杯珍珠奶茶。大家知道答案是什么吗？
快把你的答案写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哦。没错，我们会把正确的答案放在留言区哦。大家写完答案，记得去对一下。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喽。是啊，大家喜欢这集的内容吗？请按个赞，让我们知道哦。也让更多人有机会能看到这部影片。 See you next time，我们下周见喽。